来了。找自己有事啊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啦？我这不忙着呢吗？我知道你忙，可是再忙也得注意劳逸结合呀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天那事儿，我没跟你道歉呢，对不住。那天？哪天啊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那就好。小林啊，您叫我小唐就成，长辈们全都这么叫我。哎，不，还是叫小林好，这样正式严肃，是吧？哎，小林啊，我听夏夏讲，你也是做传媒行业的是吧？是。具体负责哪一块啊？我问过夏夏，可是她不愿意说。我是负责广告这一块的。我们公司呢代理都市报的房地产业务，我负责广告营销。哦，管理层是吧？啊，是基层。哦，就是业务员。爸，夏夏，你不要吵。这个做父母的了解一下情况是很正常的。小林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没错。我也是想找个机会跟叔叔阿姨好好的汇报一下。汇报什么呀？汇报？你又不是他们的下属。我是你爸爸，在家里边我就是领导。你说汇报什么？爸，你别老搞得我跟你的私有财产似的。叔叔，实际上我也清楚，以我现在这条件啊，跟夏夏在一块儿确实有点配不上她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我们两个人确实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现在也年轻。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思进取的人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会给夏夏一个她想要的生活。哎，小林，你可不要误会，我跟你阿姨，我们不是那种势利的父母。这能看得出来，你们是想让夏夏呢将来有一个好的生活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小林啊，我听夏夏说，你是生活在农村是吧？是。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？爸，别搞得跟查户口的似的，行吗？哎，夏夏，你不要吵嘛！这我连这个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，我还当什么父亲啊？啊！不要吵。叔叔，我家里面呢还有一个母亲啊，我父亲啊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，还有一个大姐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小妹至今未婚。那你结婚以后，你妈妈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把我母亲从农村接过来。我妈妈一辈子挺不容易的，我想让她在城里面安度晚年。小林啊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呀？我觉着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。别问了啊，吃饭，吃饭了，菜都凉了。啊。喂，妈。你在家吗？我在外面呢。完了，我把自己锁外头了，现在进不了门了。那我把钥匙给你送回去。算了，还是我来拿吧。哦，我在咖啡传奇的2楼，你直接上来就好。怎么啦？阿姨没有钥匙进不去屋啦？对，怕自己锁外边了。要不我陪你给阿姨送钥匙去吧？不用了，反正离得近，他顺道上来拿一下就好。年轻人赚钱不容易，以后就少在外面吃饭，尤其像这种地方，一桌饭菜那么贵，还什么没吃到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吃到啊？人家小唐专门选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环境好，菜又好。要是去便宜的地方，你到时候说人家不重视你们。哎，你爸爸妈妈是这种人吗？本来就什么没吃到。能不能给人留点面子？讨厌。
要不要我们送你们？不用了吧，我们自己打车，反正也不着急。那早点回家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反省反省你自己今天说的话吧。要这么跟你爸说话？早点回家。叔叔再见。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哎呦，看来这岳父大人不太喜欢我呀。我回去会好好教育他的。我看还是算了，你爸也是为你好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直接去我家，跟我爸妈说咱俩要结婚的事儿。你这么着急啊？干嘛呀？不是，我觉得明天去不太合适。你今天刚见完面，明天就去，这老人家会觉得有点仓促。这事儿呢，得缓冲一下。儿子，哎呦，这么超传！阿姨好。这位是艾美。阿姨，我们见过的，您忘了？上次花枝的婚礼上，我跟您聊过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女朋友啊？对，是。不是，普通朋友。钥匙。来，我说老吕啊，你今天的态度可不好哎。哦，坏人都是我来做，就你是好人喽。我觉得李小棠还是蛮不错的嘛，干嘛对人家那么不满意啦？他哪里不错了啊？家是农村的不讲，还是个业务员。哦呦，我真不晓得夏夏的眼光是怎么了，选择了半天，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人啊？哎呀，你就别挑剔了。哎，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夏夏感情上的事情嘛，咱们不掺和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的，以他的性格，他认定的事情，你能管得了吗？不管就出事情了，有他哭的时候。跟我急有什么用啊？孩子大了，就给他留点空间吧。我倒是觉得这孩子还是蛮不错的，哎，蛮有上进心的。上进心？他有什么上进心啊？哎，毕业都3年了，还是个业务员。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，行了，要说你个英雄历史，一会儿你帮我多吃点啊。儿子，你加点行吗？算了，你那指甲太长了，什么也干不了。老公啊，你真好。来，叫爸妈准备吃饭。爸妈，开饭喽！吃饭喽！妈，吃饭吧。老杜啊，你这都退休了，每天还有算不完的账，你烦不烦呐？哎呀，不算行嘛，这日子不得精打细算呐。吃饭，再这么下去啊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账啊，没有一天能对上的。你瞅瞅，这3号差了5毛，4号差了3毛2，5号又差了3毛。还有这芹菜啊，你看看，3天3个价儿，怎么只往上涨不往下降啊？哎呀妈，你整天算，就差那几毛钱，不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老公还能贪污你呢呀？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妈是这个意思吗？妈说彭丽贪污了，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要学会精打细算，日子打从细处来。那1块钱不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。哎，你知道现在一个2居室多少钱吗？
庞丽他是做房地产的，他知道，他能不懂这个道理吗？就靠你们这点工资，大手大脚的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付个首付？行了行了，先吃饭吧，吃完了再算啊。哎，花建国，一到关键时候你就和稀泥，这以后日子你不替孩子们规划好了，那等以后咱们老了，无依无靠，谁管咱们呐？家里的事儿你就一点都不操心吧，做甩手掌柜的。你呀你呀，你真是更年期了。哎呀，谁都不敢跟你说话，好赖话你都不听。什么叫好赖话不听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？夏夏，爸爸再跟你谈谈。谈什么呀？谈谈你男朋友。你要是反对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再谈了。爸爸这样做可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爸爸，你从小就给我灌输自由恋爱的概念，因为你特别讨厌外公外婆阻碍你跟妈妈谈恋爱，对不对？怎么到了我这儿就变专政了呢？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的孩子太浮躁。事实证明，你妈妈选择我是正确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的选择就是错误的？爸爸看人的眼光还不如你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认定了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？爸，行了啊，礼拜六我约了林小棠来家里吃饭，你好歹是一高知，好歹是拿国家津贴的，一定要保持你的风度。你鬼迷心窍吧你啊！淡定淡定，风度风度，笑容笑容，哎。气死我了！我怎么喘不上气儿来呢？怎么了？可能有点紧张。没事儿，天塌下来了，有我给你撑着。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淡定，淡定，丑女婿总是要见丈母娘的。爸妈，小棠来了。哦。哎呀，阿姨，小林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叔叔，第一次来，给您买了一些护肤品，给叔叔呢买了一些营养品。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年轻轻的赚钱不容易，干嘛要乱花钱呀？来来来，快里面坐吧。走，里面坐吧。哟，阿姨，您做饭呢，我帮您。哎呦，不用不用不用的。阿姨，就把这些菜洗了是吧？哎呀，不用帮忙了。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到外面去歇着吧啊！您不知道，我呀就愿意在厨房里待着啊。这做饭是我强项。咱夏夏真的是福气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他进门是客，我给你留面子。但是你们俩交往的事情，我是要保留意见的。你们要是非交往不可的话，那也得拉门进度，再考察2、3年再说吧。2、3年啊！爸，我觉得你有点人格分裂。我从上大学开始，你就天天看着我不让我谈恋爱。我工作了以后，你也总是看着我，生怕我跟哪个男人给跑了。哎，你看着我就看着我吧，那你还时不时的老说我啊，岁数挺大了啊，差不多该嫁了啊，赶紧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吧，要不然以后成了大龄产妇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嘛？啊，我都搞不懂你了，不要那么摇摆行不行啊？你要是找一个爸也满意的，你明天结婚我也答应。我结婚还是你结婚啊？哎呀，不管谁结婚，反正他不行。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不行？你知道吧？凭什么就不行啊？他哪儿不行了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还别不服，时间会证明你是错的。阿姨，今天真是麻烦您了，还让您下厨做了这么多菜。哎呀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别客气，来的都是客。叔叔阿姨，我今天来呢，还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
我跟吕夏呢也认识一段时间了，我们2个人现在彼此了解，而且也真心相爱。我恳求你们能够把女儿嫁给我。哦，这不急的，你们俩呢还年轻，交往的时间又不长，和我们家长才第2次见面吧，就谈婚论嫁了，太仓促了吧？妈，爸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想嫁给他。雨夏，你是不是觉得结婚就跟过家家一样啊？哎，他的真实情况你了解吗？他的感情经历你了解吗？他们家有什么人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去过他家，而且我是小唐的第1个女朋友，小唐也是我的第1个男朋友。哎，花枝和庞丽跟他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他们可以作证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去过他们家？嗯，什么时候？就是元旦节的那几天嘛。哎，你不是跟我们讲你出差了吗？啊？凶什么呢凶？那你天天都看着我，我不说我出差了，你能放我走吗？看我跟看贼似的。好啊，你吕夏，你现在居然学会欺骗父母了你啊！叔叔，实际上情况……你给我闭嘴！不是，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告诉你，林小棠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夏夏像小孩一样好糊弄了啊？居然背着我们把她骗到你们家里去了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叫拐骗，你是骗子行为，知道吗？老爸，你也闭嘴！爸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拐骗啊？什么叫骗子行为啊？林小棠邀请我去他家，那是我自觉自愿的，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我。而且我们2个交往那么长时间了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过分的话，有过1个过分的举动，他对我非常的尊重。你不要这么污蔑他好不好呀？叔叔，我不是让你闭嘴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不许再纠缠我们家吕夏。啊！哎，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赶紧出去，赶紧离开我家！爸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婚我是接定了，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反正户口本已经在我这儿了，明天我俩就去领证去。我可以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我不答应，我就是不答应。哼！那个，这样式的，我今天在这儿呢也不太合适，也，那个，跟你爸妈好好说说，我得先走啊。叔叔，那我先走了。站着，你不许你走，夏夏。婚姻可不能这么儿戏呀！妈，我没把婚姻当儿戏，我是认真的。爸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坚决不同意我跟小谭结婚？那我就再回答你一遍，我不同意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也太固执了吧！那当年外公外婆不让你跟妈结婚的时候，你什么感受啊？那我现在的感受跟你当时是一样的。行，别这么跟你爸妈说话，好好说，我还是先走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，要走咱俩就一块儿走。爸，我走了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你啊？我怎么任性了？你不是从小就跟我说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吗？到我身上原则就变了吗？爸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跟小谭这婚是一定要结的。陆夏，你们2个结不结婚，我同不同意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不能拿着婚姻当儿戏，你明白吗？啊，爸，我也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从来没有把婚姻当成儿戏过。我跟小唐本来就是认真的，从小到大，什么事儿你都替我做主。你也知道，我也不会轻易做一个决定，但这一次，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自己做这个决定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我求您了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你闭嘴！我告诉你，吕夏，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了，这个家你也就不用再回来了。吕夏，你听我说，
跟你爸好好说，你不能走，知道吗？爸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好，那你好好照顾妈。既然你这么固执，那以后这个家，看来我也不用再回来了。李夏，夏夏。对不起。亲爱的，别发呆了，我会想办法。早点睡吧，老庞那屋啊，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明天不上班，明天去领证。啊？不，过几天再说，等你爸气儿消了以后。林小棠，你不会是打退堂鼓了吧？没有。我是怕你爸接受不了这连环的打击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一不做二不休。我爸早晚会接受这个现实的。睡觉，明天领证。不幸却各有不同。没想到我也走了老庞同样的路，也要偷着去领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肯定比他们幸福。哎，我想去看看你爸。你还真是挺爱冒险的。这个时候去看我爸爸，轻得该挨骂吗？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我就是奔着这挨骂去的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俩结婚呢，得得到家人的祝福。有了家人的祝福啊，你才能开心，对不对啊？你爸这气儿消了，他就开心了。他一开心，你就开心了；你一开心，你就开心了。夏夏，夏夏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，快来，来坐这儿，来。妈，干嘛呀？衣服都给我送过来了，是彻底打算将我扫地出门了吧？你爸的气儿还没消呢，等你爸气儿消了就好了。我知道，你跟爸爸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爸爸他也太武断了。他怎么就能断定我将来会过得不幸福呢？妈，你们不是都特别希望我能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嫁出去吗？小棠她就挺踏实的，真的。你也别怪你爸，我也觉得呀，你们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？那你说，什么叫不草率啊？妈，我承认，在感情方面我确实经验不足，可是一个男人对我用不用心，我还是能体会得到的。你要相信你的女儿，你要相信小棠啊。妈，走，进屋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来，走。
您承不承认，现在法律上已经承认我跟吕夏的夫妻关系了。去！哎，我来看看你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来看看你。那个，我今天来呢，想跟您喝点。爸，来，你们去。少来这套！你要干什么？爸，我想敬你一杯。我要感谢您把吕夏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并且呢，把她交给了我。无论是天塌地陷、艰辛万苦，我对她的爱都是忠贞不渝的。我一定会给她一个幸福的生活。你给她幸福？你怎么给啊？啊，没错。你也许是一只潜力股，也许今后你会做到，但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。我们做父母的可不能拿着女儿的幸福来做赌注。我们只有夏夏一个女儿，你懂吗？我非常明白一个做父亲的心情，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的爱吕夏。但是爸，你也年轻过，您跟阿姨年轻时候的事儿，吕夏都跟我说过。人的一辈子，如果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远比做对很多事情都让人感到遗憾。我不能错过吕夏。这第二杯酒呢，我想敬一下我在天之灵的父亲。我也感谢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并且让我有机会能够认识你们，认识吕夏，并且让我有幸能够跟他携手走完人生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事儿。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子，我父亲走得很早，我深深的知道一个男人应该负的责任就是要支撑一个家，要对自己身边的女人好。我不能够保证我将来多富有多有权利，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一定会给吕夏一个温暖的家，他想要的家。也许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些话呢，都是空话，但是我相信这些承诺，因为有了这些承诺以后，我心中就有了爱，有了这份爱，我就有无穷的动力，我会为之去努力，为之拼搏，为之奋斗，我一定会让吕夏幸福的。爸，第三杯酒我敬我自己，无论我和吕夏将会面对多大的困难，多少的压力，我都会不离不弃的，永远。看到这儿，想必你已经明白，这是我呢在向你求婚。本来呢，我是想拍成一个特别感动的片子，然后把你感动哭了，你就稀里糊涂的嫁给我。可是我自个儿看了一遍，我发现呢，完全就是个喜剧片，失败了，太失败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热情的、真挚的祝福这一对走入围城的男女！干杯！恭喜！谢谢！哎呀！
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对眼神了，来，不行了，啊，上课上课。在。看样东西。干嘛呀你，臭流氓！亲爱的，我不只想亲你一下，不是真心相爱，我还想亲你一辈子。什么真心相爱？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，分明是被林小棠那小子给骗得连家都不回。我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开心。怎么怪夏夏不认你？因为我的生命里有了你。我那李小子俩人刚刚认识时间那么短啊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就被他骗的这个，连爹妈都不要。我相信我。哎呀，这就是爱情嘛！你那时候不也就这样过来的？哎，样子我至今想起来还。我们跟他们可不一样啊！你当时怎么说的？怎么不一样啊？你说没见过爷们儿啊？我们是爱情，轮到别人了就是哄骗了。我以所有情敌的生命发誓，我这27年来何曾跟一个女孩这么情那么多人追求她，什么条件没有？你还记得这地儿吗？要不是林小棠人好，得到这儿，你以为会心动？竟然还要报天地良心，我确实是想跟你，但是我却没这个胆量。我特别感谢庞丽同学。哎呀，人家那都说是丈母娘看不惯女婿，你看你这个做大丈人的啊！你以为我是看不惯李小棠吗？我是在担心咱们女儿啊，这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问题，知道不知道？那么，你怎么就看人家哪里都不是啊？女儿长大了，总该面对这一天的嘛，早面对早好。记得这棵树，对吗？我就觉得特别可笑，咱俩呀，那真是兄弟。哎呀，这遭遇都一样。老丈母娘啊，可恶的老丈母娘！我的遭遇跟你不同，我呢是老丈人。我觉得都一样的悲催。哎呀，实际啊，这事儿我也考虑了一下，我也有办的不合适的地方，这没用策略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说你偷偷的把吕夏领回你老家了吧？我问你，你俩那什么呗？哎，你能纯洁点吗？你认真点，我告诉你，哥是过来人，知道吗？没走到那一步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回去赶把正事办了，要不然吕夏根本就不真正属于你。这玩意儿就跟吃肉一样，把肉放在嘴里，嚼完了咽下去，那才叫吃肉。再说了，你俩不是领证了吗？你现在是合法的，可以有照驾驶，知道吗？你再在那装纯洁人，认为你生理上有问题。你生理上有问题啊？这我们两口子事儿，怎么你说他特别流氓？哎，这怎么叫流氓呢？我认真的告诉你，这叫人之常情。你要不会，哥可以教你。我告诉你，哎。明天你要去夏夏那里一趟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没有？怎么撤销了？没有。还嘴硬，自家女儿嘛，态度放端正点啊。人家都说女儿像爸爸的贴身小棉袄，可我这心都快凉了。明天你去啊。儿喽，我有媳妇儿喽！喝这么多酒，慢点慢点啊！呀，站好了站好了。先亲一个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咱们俩现在都已经合法了，是不是该那个了？哪个呀？就是夫妻之间最爱干的事儿啊！小唐，别这么流氓行不行啊？媳妇儿，你不带这么折磨人的。那你先去洗澡吧。太好了，咱老百姓啊，今儿啊，哎呦，媳妇儿，你说我这是不是乐极生悲呀？哎，我说你别再惦记人家了，人家是挣多领的，你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你说你这日子还不得照样过？不是你瞎说什么呀？我瞎说？我有瞎说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吕夏哪一点比我强？张嘴吕夏，闭嘴吕夏，你就不会说别人的？我就得说，我就得一直说。邓勉之，不是我鄙视你，林小棠还是你最好的哥们儿，你天天惦记人家媳妇儿，你有意思吗？你还算是兄弟吗？没意思，谁也不是兄弟。美吧？特别美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你滚蛋！邓勉之，你混蛋吧你！媳妇儿啊，可以了吗？什么呀？就是刚才。夏，妈，来坐。哎呀，女儿今天好漂亮哎！妈，我印象里，我们两个很久没有这样单独出来吃过饭了哈。师傅，走吧，你吃饭去吧。我这合同没弄完呢，得给客户送过去，你先去吃吧。那我等你吧，我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啊。你别等我啊，我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呢。那要不然我就给你买回来吧。真的不用，你赶快吃饭去吧啊，我叫外卖就行。师傅，你就这么怕我啊？怕你？我为什么怕你？那不就行了？那我去给你买饭去了。你等会儿。走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走吧。妈，爸，他还好吧？他挺挂念你的。你爸让我问问你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？没什么困难，我有什么困难啊？爸，不生我的气了？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能和父母对着干呢？你爸又不是真的不同意，就是气你上次跑到林小棠家那么长时间，还欺骗我们。再说了，林小棠就和我们见一次面，就提亲了。那我爸，他也不应该当着林小棠的面那么说话，他也不该那样逼我呀。也不能全怪你爸，你竟然拿走户口本还威胁我们，谁都会生气啊。你爸就以为这就是林小棠教唆的，所以他现在啊，根本就不信任林小棠。师傅，你都好久没陪我吃饭。最近事儿多呀。吕夏还是生我的气？生什么气？就上次啊，你不是还拿我的工作证解释吗？哎呦，多长时间的事儿了？我老婆很大度的。大度还拿我工作证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女的再大度都得有吃醋的时候。好，好，好，什么话都被你给说完了。你还真不愧是我们公司的销售冠军。太过奖了。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哪一个父母不是为儿女着想啊？你爸就是怕你受骗上当啊！行了，你认对的事情啊，那就不多说了。
有什么需要妈帮的，尽管说吧。真说呀？我们就你一个女儿，结婚了嘛，总该出点血了。说吧。你也知道，小唐为了我们2个结婚，他去买了一套房子，付了首付。为了买这个房子，他几乎把家底儿全掏空了。现在他也没钱了。我呢，给20万，这是我和你爸呀给你准备的结婚基金。装修可用不了这么多吧？再说了，房子林小棠买，装修费我们来出。这样啊，你以后在家里的地位也能稳固，不会让小棠觉得你没有为这个家做什么贡献。